多人。OK，现在要来买我定期票。这种通票呢，只能在那种圆形 logo 的 metro 来用到罢了。也就是说，方形 logo 的 JR 来是用不到的。到了，耶！通票的有效期呢，是从你首次刷卡进站才开始计算的。刚到东京啦！东京铁塔这边。现在已经拍了早上的东京铁塔，当然也要拍一下东京铁塔的夜景。这里只有银座，听说银座这里有最高的 Uniqlo， 7层楼。差不多有7层楼以上的高度，所以现在就去看一下到底有多么的震撼。那就是最高的 Uniqlo， 我不是，它打底12层了，10层以上了的高度。真是搞笑，因为出口它就讲只有一个，我就出了那个出口。那你知道它是在那个铁路的另外一边，可是我要去的我住的地方是在铁路的另外一边，我现在要绕一整大条路才能过去，随便很，本来应该是5分钟可以到的路，所以我用20分钟才能到。最近因为进入夏天了，所以天气也是开始热。而且因为是晚上，所以还是有一点风，还算比较凉，没有那么的热。但是我觉得早上的时候，哇，到时候一定会热到像模样。来，果然我还是觉得涩谷不受适合我，可能是因为人太多太杂了，我也不懂。还有雷门那边，然后在浅草寺这边也能直接看到东京 Skytree 哦。我现在在秋叶原，竟然可以在路中间走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有封路。然后可以在这边走，看在路中间，哦，这里来到这个地方，有点小小的兴奋。刚才那边也有几间店有卖手把的，但是其他价格不懂哎，感觉也没有特别便宜，所以我还是觉得，可能也是因为这边是游客区来的嘛，所以并没有说特别值得吧。不知道再看看几间店呢，再看这样。我觉得有些手办，反正他们上网买，我上网买还是什么，同样的店，同样的手办，但是便宜很多很多很多，真的是便宜很多，所以涨了差不多3、4倍。因为我们在上野公园那里，然后刚好看到那个有一个博物馆，有一个科学博物馆，好像还蛮好玩的，然后有恐龙的化石，所以也去看看一下。这条公园有美术馆，各种各样的博物馆，
所以有兴趣的就可以去看看逛逛。主要这个公园其实好像也是蛮大的，旁边还有一个池，好像是叫不忍池，还有那种塔、八重塔之类的。我本来来这个公园只是来逛街，结果刚好遇到他们的 Jamaica Festival， 所以就特别的热闹。但是公园的另外一边呢，却特别的宁静。哇，已经要累到一直走了，小腿都麻哦。那也不错啦，幸好还有位置可以坐，休息一下。我觉得我这2天走的旅行都已经是我前1个月的运动量了。那没有办法，因为只有2天可以玩，也就只能2天里面逛完那些出名的地方。所以这次旅行算是2天里面圆了很多的梦吧，很多地方都去过了，很多都是之前从荧幕才能看到的地方，现在都能去。对，去看看逛逛 ，event 还不错啦。其实是哇，真的很多就来外国人，基本上所有外国人都去那边，然后也听到一个很不错的 talk， 有一个 professor 就给一些意见啦，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这边日本去当教授，你应该有什么准备，还有这些。因为讲真的是有点压力啦，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，seismology 啊、programming 啊这些东西。感觉就是范围很大的东西，很广的东西，但是我又觉得自己要学不够这样，唉，所以不懂。但是接下来最靠近的目标还是要先准备好那个 entrance exam 咯，入学考试，然后在下个月尾7月尾我就要有面试了，所以对，全部都靠近了，加油吧！